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这篇人民日报署名张幼霞的文章一亮相就引爆舆论，有人说他在表忠，有人说他在自保，也有人盯着文章里那几个没写出来的词，20次提到习主席，却偏偏不提2个确立2个维护，这在4中全会后的敏感时刻格外刺眼。更敏感的是，这篇文章明明早在辅导读本中出现过，却要在军中清洗、权力板块重新排列的当下被挑到人民日报重发，这不是简单的例行宣誓，而像是一场内外压力下的团结秀，也是张幼霞、习近平彼此确认边界的一次公开测试。张幼霞在人民日报20次提习，是在表忠、辟谣，还是危机前作秀？11月12号早上，人民日报第6版发布了署名张幼霞的文章，题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他至少20次提到习主席，引发舆论场炸开。有人说是军中称王者向习表忠，有人说是为辟谣、为自保，也有人盯着另一个细节，文章通篇没提2个确立、2个维护，觉得真正的信号藏在没写出来的那几个字里。其实这篇文章不是第一次刊发，早在4中全会结束后，按惯例，人民出版社10月30号推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也就是俗称的部长本，就已经收录了此篇文章，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全会上的说明，以及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等一众常委、副国级、部委一把手的署名文章，用来解读所谓“15+5”规划精神。文章强调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总棋盘，围绕习近平提出的军队现代化3步走，2027年、2035年本世纪中叶分阶段推进。文章中政治信号最刺眼的部分是全面肃清流毒击毙，坚决防止做两面人，搞伪忠诚，要求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习近平思想上下功夫，把维护核心、听党指挥扎进官兵头脑里。很多细看原文的人都卡在同一个细节上，这篇文章20次提到习主席，但就是没写那2句最近几年最标配的2个确立、2个维护2442。有评论认为，这说明4中全会后，党内围绕权力分配达成的是一种有限妥协版的集体领导，既保留习作为核心，又在话语层面淡化个人崇拜。也有人觉得，这是中共元老军头与习之间微妙的文字平衡。写习主席运筹强军3步走可以，讲军委主席负责制可以，但像过去那种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式的口号，暂时收一收，避免刺激已经高度紧张的内部神经。换句话说，张幼霞是在一条狭窄的钢索上走路，一头是要证明自己没有造反，还在体制内，另一头是不能把自己完全绑死在习的个人政治命运上。如果只看党内，很容易把这篇文章理解为解决内斗舆论压力，但在很多观察者眼里，外部的安全形势也在推这篇文章上场。台湾方面，蔡英文、萧美琴先后在欧洲公开演讲，争取各国对台海局势的支持，挑战北京在国际上的话语封锁。日本政坛变化，新任首相高市早苗11月7号在国会表示，中方若对台湾采取攻击行动，可被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局势，暗示若台海爆发冲突，东京可能采取军事行动，被北京视为敏感挑衅。美中科技与军事竞争持续拉高，华府在晶片、AI、军民融合领域的封锁步步收紧。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南海显然不愿让外界看到一个军中分裂、军头做大的形象，而是要透过这种高调署名文章，对外演示党指挥枪还在，大家一致听习近平的。只是越需要用文章来证明团结，越让人怀疑。综合各方公开评论，大致可以看到几条脉络：一、表忠加自保说，
在军队大清洗，外界盛传习近平军权旁落，张又侠军中称王之际，张又侠需要在党媒上亮相，向各方证明自己安然无恙，也安抚军中支持他的力量。但要拿到这样的版面，就必须高频率捧袭，这是他为了稳住位置、换取时间不得不付出的话语代价。2. 集体领导秀说，从胡春华、李强、王沪宁到张又侠，一整串署名文章排队上人民日报，更像是四中全会后集体亮相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外宣告党还在完整运转，不是某个人说了算，而是一整个班子在说话。3. 危机前做秀说，也有人提醒，历史上最卖力表忠的人未必是最后的赢家。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赞扬，甚至比张又侠今天的言论还要夸张，称毛主席的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方向盘和生命线。结果呢，1971年林彪叛逃到蒙古时死于空难。历史的讽刺令人胆寒，最忠诚的人往往也最危险。因此，张又侠的文章实际上是林彪当年忠诚的重演。在这个意义上，张又侠的20次提袭更像是危机压力下的一次集体表演。表面上把忠诚挂在嘴边，实际上暴露的是整个系统已经不再相信光靠职务任命就能稳住军心，只好不断用文字宣示。从政治层面看，这篇文章更像一面镜子，照出的是一个刚经历大规模军中清洗、对两面人伪忠诚高度恐惧的政权。一位在军中被认为一人独大，又被质疑军中称王的军委副主席，试图在忠诚与自保之间找到平衡。一套仍然坚持党指挥枪，却不得不面对枪有朝一日可能不再完全听党指挥的现实风险的权力结构。眼下，张又侠和习近平都需要这篇文章，一个需要证明自己还坐得稳，另一个需要证明自己还能驾驭军队。但真正的考验不在纸面上，而在下一次军中人事震荡，下一次区域危机到来时，那时候这篇20次提袭的署名文章才会被翻出来，对照着看，究竟谁是两面人，谁在搞伪忠诚，谁真的掌握了枪。清洗被对手反制，自己人反被清洗。纽约时报在同一天丢出了一篇长文，标题叫做“习近平持续清洗军方，凸显深层不安与担忧”，等于是从外部视角把最近这一轮军中大清洗重新解读了一遍。这篇报道抓住两条线，一条是核武与火箭军的硬实力正在迅速膨胀，另一条则是军队内部的腐败与不信任同样在膨胀。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变成国际社会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北京手上的核力量越来越大，但它到底能不能被有效管理？纽约时报点名的几个人，原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中第3号人物，出身福建帮，是习近平一手提拔、一手开绿灯升上军委副主席的自己人。10月17号被开除党籍、军籍，理由是贪腐和滥权。军委委员、原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去年就已经被调查，最近正式官宣出事。曾经坐镇东部战区，被视为打台湾第一线将领的林向阳，同样被点名涉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不是前朝遗老，而是习近平任内亲自提拔的嫡系。纽时援引美利坚大学副教授唐志学的分析说，习近平一上台就拿苏联解体当反面教材，苏联不是坦克不够，而是关键时刻没有人站出来保党，军队不再为党服务。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军队可以腐败一阵子，但绝对不能不听话，而腐败反而是威胁忠诚的关键环节。问题在于，这一轮清洗，习近平已经清到他自己人头上。纽时认为，10多年来，习的用人标准从能力渐渐变成对我个人忠不忠，结果新一批靠忠诚上位的将领，很快又被贴上贪腐失节的标签。这种自己提拔自己砍掉的剧本，既暴露出中共军队内部确实烂得很深，也暴露出习近平对军队始终无法完全放心。北京在今年大阅兵中一口气亮出新型无人机、无人潜航器，
高超音速导弹、最新洲际弹道导弹展示的是硬件升级，但纽时的暗示是硬件再先进，如果整个指挥链腐败，内部互不信任，这支军队到底能不能打，敢不敢打，是个大问号。纽时还抓住了中美两国军队的一个核心差异，在中国，军队首先是为了保卫执政党而存在，在美国，军队理论上是为整个国家服务，必须和党派政治保持距离。这也意味着，在北京眼里，最大的风险不是导弹打不出去，而是军队在关键时刻不替党出手。四中全会开完，公报写的一片团结胜利，习近平依然是那3顶帽子，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都没动，但会后几场关键场合给外界的感觉却恰恰相反，习还坐在那个位子上，军队的实际权力中心却在慢慢往旁边挪。11月3号，全军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上，央视罕见播出张又侠原声讲话，还给了大特写。按照惯例，只有习近平才会保留原声，其他领导多是字幕或配音。5天后，这段带原声的内容就从央视官网悄悄删掉，换成了没有张又侠画面的重剪版。自媒体人陈破空的说法很直白，表面还在演团结，宣传口其实已经乱套了。军中的秘密被泄露，还是那场四中全军宣讲首场报告会的画面。场上只有4名上将：张又侠、张生民、刘振立、董军。张又侠是其中唯一的政治局委员，军阶、党内级别都最高。开会时，他坐在台上讲话，新任副主席张生民和军委委员刘振立在台下第1排正中，国防部长董军和一众中将统统退居第2排。这个排位传递出了2个信号：一，军队经过一轮大清洗后，真正有实权的上将只剩下这几个人了；二，军委内部已经形成了张又侠加张生民加刘振立的军头铁三角。评论人江峰概括得很形象，张又侠做核心，张生民管刀把子，负责军纪监察，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落实，刘振立管枪杆子，负责作战、战区、实战指挥，3个人合起来是军中的实际权力中枢。而习近平只能更多依赖文官系统，在军外遥控指挥。用一句更白的话说，习仍然是军委主席，但军队的日常听谁的，已经很值得打个问号。要看懂这个铁三角怎么成型，就得把时间线往前拉。根据杜正在上报的分析，习近平上台后重用的军中亲信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帮派：一，以何卫东、苗华、林向阳为核心的福建帮，多出自原31集团军，和习在福建工作时期的渊源很深；二，以张又侠、张生民为代表的陕西帮，一个是红二代老太子党，一个出身2炮火箭军，常年在战略兵中任要职。按原本设计，这2派是替习看家护院的左右手。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分管军事、装备、训练、管枪；另一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分管政治、人事、纪检，做监军。问题出在监军盯着盯着，把枪口对准了另一个军委副主席。2023年7月，何卫东盯上了最容易出事的军备采购，要搞倒查，结果第1波就拿下了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前装备发展部长，后来当了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这2人都被视为张又侠系统的自己人。2024年中共两会期间，何卫东在军方代表会议上放狠话，要打击虚假作战能力。根据南华早报拿到的会议记录，他点的那种纸上谈兵、数据造假问题，直接对准的就是军备质量、演习造假这一类张又侠分管的领域。简单讲，福建帮试图用反腐打假的名义，把矛头对准陕西帮和张又侠，但局面很快翻转。2024年7月召开的3中全会上，习近平突发疾病，军权暂时落在了排名军委第1副主席的张又侠手中。张又侠阵营反手举报苗华卖官，逼得习不得不点头查办。
苗华停职查办后不久，何卫东也被失踪，最后与林向阳等人一起，在10月18号那波9上将集中处置中被定性为忠诚失节。更关键的是，当时还挂着火箭军上将、中央军纪委书记头衔的张生民，在这场内斗中扮演了翻盘角色。独立时评人杜正援引消息称，张生民一开始在和张之间表态暧昧，后来确认是站到张幼霞一边，暗中监视何卫东，帮忙收集证据。结果就是福建帮几乎被一锅端，陕西帮全面上位。何卫东这个监军被反清洗，最后自己变成了被清洗的对象，而张幼霞从被倒查的一方，变成最后站在台上讲话的那个人。大清洗后的3个隐患：权力真空、军队腐烂、军心思变。按杜正的说法，这场大清洗之后，解放军至少留下3个后遗症：一、张幼霞一人独大，形成军中称王。表面上他和张生民、刘振立还要对席表忠，但实际的权力结构就是3对1。要是有一天这个铁三角真生出林彪式野心，枪指挥党，枪不保席，从结构上并非不可能。2. 军队整体机理烂掉，反腐越反越证明体制失败。从郭伯雄、徐才厚到今天的何卫东、苗华，卖官机制、跑官文化从来没断过，只是换了人接班。习这10几年反腐，最后反到自己带病提拔的大老虎身上，权威被掏空，却又停不下来。3. 军心思变，对忠诚这个词越来越麻木。何卫东、苗华倒台后，被扣的帽子是忠诚失节，背叛了党和军委主席。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定性，其实等于公开宣布，昨天还在台上高喊忠诚，今天就可以被定义为两面人。在这个背景下，再回头看张幼霞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反复强调防两面人、反伪忠诚的长文，就有点像是内斗之后的政治忠诚测谎仪，谁喊得不够大声，谁的词不够标准，随时可能成为下一轮清洗的对象。表面上是习在用张幼霞、张生民清洗军队，但另一种看法是，清到最后，军队只剩下一个铁三角，习本人反而被架空在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4中全会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矛盾画面。文件里，习仍然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唯一核心，画面上军中的站位、座位、镜头和删稿却不断在提示，这支军队正在一种失衡中运转，谁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远比文字上写的是谁更重要。张幼霞的一篇文章20次提到习近平，表面是忠诚宣誓，深层是整个军队系统的不安与焦虑。当忠诚变成每天都要反复书写的政治语言，真正暴露出的是军中的信任断裂、派系交锋后的权力真空，以及一个领袖对军队能否完全掌控的疑问。此刻，张幼霞需要证明自己还稳，习近平也需要证明军队还是他的军队。但真正的答案不在纸面，而在下一次军中人事震荡、下一次区域危机来临时。到那时，人们自然会回头看这篇署名文章，谁在表忠，谁在自保，谁握着真正的枪。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